现在，让我们有请神威光刻机项目的研发者杨清轩杨院士上台领奖。杨院士研发的神威光刻机项目，成功的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为我们国家节省了数千亿的专利费，创造了数万亿以上的价值。现在，我们国科院为他颁发荣誉证书。为替国家，谢谢你了。院长，这是我们数以万计科研人努力的成果，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这份荣誉属于我们国科院每一个人。你太谦虚了，这么多年你一直隐姓埋名，连你的家人都以为你在普通的单位打工。现在，国科院和军部联合大会决定今晚为你举办新闻发布会，让你的家人也知道你为我们国家创造了伟大的贡献。谢谢院长，但今晚可能我去不了，我母亲给我安排了一个相亲对象，让我现在回去。哦，哈哈哈哈！看来国宝级院士也逃不掉相亲呀。哎，对方叫什么名字啊？是做什么的？叫苏小飞，具体做什么的我也不太清楚。终身大事要紧，必须支持。那新闻发布会就改在明天。好，那我送送您。哎，走吧。院长，您就不用送了。耶，你买新车了？还是国产新能源啊？哎呀，以你的贡献，应该换一辆更好一点的车，这样才能配得上你的身份嘛。我呀，不在乎那些外在的东西，而且我们自己国家的国产车当然要支持了。院长，那我先走了，研究报告还有一些内容需要修改一下。好，你就看着修改吧。哎，路上小心点啊。好。清轩做出了如此杰出的贡献，还这么爱国，这么谦逊，这份情操实在是太难得了，国家不能亏待他呀。光刻机项目是现在全世界最热门的项目，只要能跟这位杨院士搭上线，拿到项目代理权，公司市值就能突破万亿。到时候我就是名副其实的江城首富了，沈安和就会被我远远甩在身后。那些搞科研的男人啊，通常都比较死板，稍微给点好处，还不是得乖乖听参小飞姐您的安排。现在有很多人啊，都排着队的想要参与这个项目，跟谁合作是杨院士说了算。所以我警告你，得罪谁都可以，千万不能得罪杨院士。我呢，约了科学院的徐主任吃饭，希望他能在杨院士面前帮我们美颜几句。我已经让古董店的马老板备了一份厚礼，你开我的车去滨江1号小区找他拿。好，我这就去。这次给你安排的相亲对象是个女总裁，我跟对方说你在公家单位上班的，你注意点自己形象。知道了妈。还有，冰箱里有我腌的腊肉，去的时候啊拿一袋当见面礼，第一次见面给人家留个好印象。人家大老板不在乎钱多钱少，心意最重要。好，我知道了，我回家换身衣服就过去。先挂了啊。
你好，这是我的车位，麻烦您挪一下呗。你的车位有写着你的名字吗？真的是我的，麻烦您挪一下吧，谢谢啊。这么多空位，你不会找别的车位停啊？可是你占的是我的车位啊。你他妈听不懂人话吗？你能停就停，不能停就自己想办法。哼！哎，这人怎么这么没素质啊？行，那我就自己想办法吧。你的车堵着我的车了，过来开走。等着吧。哎，你会不会停车？你这样停，我怎么上车啊？上不了车，下次就好好停车。哼，一个开破国产新能源的穷屌丝，也敢教我做事？开国产车怎么了？国产车现在越做越好，在国际上遥遥领先。合资车不降价都没人买。你少在那里自欺欺人了。本小姐这保时捷价值100万，就配停2个车位，你管得着吗？被你耽误了我半个小时，道歉。是你霸占了我的车位，要道歉也是你跟我道歉。你算老几，也敢要我跟你道歉？我命令你马上把这破车开走。不道歉，那就等着吧。站住！谁允许你走的？行，你的建议我可以采纳，以后停车离你这种垃圾远一点。现在我采纳完了，给我道歉，然后把这破车开走。你这是道歉的态度吗？我已经采纳了你的建议，你是聋了吗？如果每个人都像你一样，是只会口头采纳别人意见的采纳姐，那这个社会还需要秩序做什么？这人也太不讲理了吧！就是的，明明他自己有错在先，不开始吧？我的车，你怎么？我这车光补1.7块，这大几万，你的车把我车弄坏了，至少赔我50万，否则别想走。明明是你撞了我的车，你还颠倒黑白。我就是颠倒黑白，你能把我怎么样？霸占人家车位，撞了人家的车还倒打一耙，这人也太野蛮了。就是的，太不讲理了。哼，我老板是恒通集团董事长苏小飞，你们一个个都活腻了，敢多管闲事儿？原来是苏小飞的人，难怪这么嚣张。这人胆子也太大了，连苏小飞的人都敢惹。你是苏小飞的人？没错，我就是苏董的助理。
我听说苏小飞是个有文化、有素质的大老板，没想到他的助理这么野蛮。你敢骂我？苏董在江城只手遮天，信不信我打电话让他过来收拾你？好啊，你打，你现在就打。行，你等着。徐主任，帮帮忙嘛！这事儿啊，我做不了主啊。不过杨院士明天要去参加新闻发布会，到时候呢，我介绍你给他认识，你跟他说。那就多谢徐主任了。来，我干了，您随意。怎么了？苏董，您的车被人撞了。谁这么大胆？我好端端开着车，有个人突然冲出来，就把您的车给刮坏了，还下车就骂我。我跟他说了我是苏董您的人，可他说就算苏董您来了，也不能拿他怎么样。你胡说！我哪个不长眼的狗东西敢撞我的车？你看着点，我这就过去。徐主任，不好意思啊，我这边有点私事儿得去处理一下，先失陪了。哎，对了，这个拿着。这事儿就拜托您了，您请便。苏董马上就到。没想到苏小飞跟你一样没素质，不知死活的东西，还敢说苏董的坏话！今天你最少赔100万，不然这事没完。100万，你不如直接去抢。不给钱，你今天就别想走。你可以去打听打听，在这里呀，没人敢惹我们苏董。兄弟，要不算了吧？苏家有权有势，咱普通人斗不过他的。是啊，你现在服个软，少赔点钱，等会儿苏小飞来了，你就会死得更惨。我长这么大，从未见过如此目无王法之人。今天你必须赔偿我的损失，否则后果自负。你还敢让我赔钱？我再问一遍，赔不赔钱？你要干什么？明明是你撞坏了我的车，要赔钱的人是你才对。好，很好，老娘今天非把他打烂不可！老娘今天非把他砸烂不可！我警告你啊，你这么做是违法的。犯法？一辆破国产车而已，我砸了就砸了。你要敢动他一下，我就报警。你炮啊！警察来了也不敢骂我怎么样。真砸了！你什么你？这些钱够你买10辆这种破车了。你会为你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的。谁敢让我苏小飞的人承担责任？苏董，你可算来了！我本来车停得好好的，都是这个人故意霸占出位不让我出来，还把您的车给刮了。你谁呀？我是杨清轩。你就是我爸给我安排的相亲对象。没错，我就是。你一来就把我的车给撞了，什么意思？不是，是他。我不想听你解释。我本来以为我爸给我安排的相亲对象至少是个门当户对的青年才俊，没想到是你这么一个穷屌丝。我现在正式告诉你，我们不合适。你从哪儿来的，
就给我回哪儿去。我特意请假来跟你见面，你助理二话不说砸坏了我的车，你不仅不道歉，还瞧不起人。不是我瞧不起你，而是我们两个本来就是两个世界的人。我公司的银行流水每个月至少在8位数以上，你觉得你配得上我吗？这个人竟然是来跟苏小飞相亲的，开个几万块钱的破车的乡巴佬，也配跟苏小飞这样的白富美相亲？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除非苏小飞瞎了眼，不然怎么可能看得上他？行，你是高高在上的老总，我配不上你。亏我今天还特意给你带来了见面礼。什么东西这么臭，闻着都想吐。拿远点儿，我们苏董平时吃的都是空运来的顶级和牛、澳洲龙虾，这种垃圾东西给我家里狗吃，狗都嫌弃。这是我母亲的一片心意，轮不到你来践踏。打我，小飞姐，把他抓起来！你们干什么？住手！放开我！我爸妈都舍不得打我，你算哪根葱？别碰我的东西，还给我！那东西对我很重要，你给我。不就是一点破纸吗？那是我的研究报告，你损坏了的话，你承担不起后果的。你快给我！我承担不起啊！不要！住手！你住手！苏小飞，快让他住手！妍妍，把剩下的也撕了。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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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普通的单位职工也敢跟我作对，这就是你的下场。你们知不知道，这份研究报告包含了我们多少人的心血？不就是一堆废纸吗？我赔你。我给你转了10万，多的就当是给你的路费了。你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你不就是想多讹点钱吗？不是这样的，是他先撞了我的车。我只看到是你撞了我的车，我只看到是你撞了我的车。不服啊？不服去告我呀！行，你说吧，要多少钱？我赔给你就是。行啊，我这辆保时捷呢是全球限量定制款，整个江城就这么一辆，你觉得你赔得起吗？你只管说价格就行，我赔不赔得起是我的事，不劳你费心。整面车漆都被你刮花了，后视镜也坏了，修好起码得1000万，对吧，小飞姐？1000万？怎么怕了？刚刚不是很义气说多少钱都赔吗？我警告你，要是拿不出1000万，别想活着离开这里。好，1000万就1000万，没问题。不过我的车还有研究报告都被你弄坏了，你要怎么赔？一辆破国产车而已，不值几个钱。我的车子确实不值几个钱，但我的研究报告是无价的。什么研究报告？不就是一堆看不懂的破资料吗？能值几个钱啊？哎，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什么科学家呢。开这种破国产车也敢来见苏董，也不嫌寒碜。这车看上去一点档次都没有，开这车来相亲，难怪苏小飞看不上他。
苏小飞可是商界精英，要是让大家知道来跟他相亲的男人开个这破车，还想讹他钱的穷鬼，岂不被大家笑死？搁我也不愿意呀。你不仅蛮横无理，还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我懒得跟你解释清楚，你只管告诉我，你赔还是不赔？赔就赔啊！你这破车也不用修了，加上这堆破纸，一共多少钱？我赔你双倍，让你买辆新的。你确定？当然确定。你全身上下也就这辆破国产车值点钱了，别说赔你双倍，就是5倍、10倍我也赔得起。别说赔你双倍，就是5倍、10倍我也赔得起。好，这可是你说的，大家可都要给我作证。喂，领导，我正要打电话找你呢。有人把我的研究报告给撕了。什么？对方是谁？他是苏小飞。你就是这个穷鬼搬来的救兵是吧？是你撕了清轩的研究报告？对，就是我，我还把他车给砸了。你好大的胆子！你知不知道这份研究报告是？管那堆破纸是不是拿来擦屁股的？他弄坏了我的车。我现在要打死他！你敢？你看我敢不敢？你想怎么做？20分钟内拿1000万过来，晚1分钟我就掰断他一根手指头。好，不过1000万是不是少了点儿？不如我给你1个亿吧，你把位置给我，我现在就让人把钱给你送过去。老不死的，你在这跟我吹什么牛逼呢？赔1个亿，好啊！你要真敢赔，我就真敢要。我现在就在滨江1号的停车场，有本事你就把钱送过来，让我开开眼。苏董，那老不死的说要赔我们1个亿，他把我们当傻子呢。苏小飞，你可真是有个好助理啊！当然，我可是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能力出众，比你这种只会用旁门左道讹钱的人强100倍。啰嗦什么？如果你以为这样就能不赔钱，我劝你死了这份心。你放心，我不会赖账，你说多少就是多少。这可是你说的，一会儿要是拿不到钱，我就打断你的腿。那可是1个亿，这兄弟不可能拿得出来。看他穿的普普通通，也不像有钱人，这下可不好收场了。我呢，有的是钱，但我就是看不惯你这副贪得无厌的样子。这样吧，只要你现在给我助理道歉，再把修车的钱赔了，我就可以大人有大量，不跟你计较。你是不追究，但我要追究到底。你们快看，那是什么？他竟然真的能弄来1个亿的现金！周行长亲自来送钱。杨院士为国家做出这么大的贡献，自己却只开一辆几万块钱的红光 mini， 这份情操确实难得呀。吴行，这苏氏集团的苏小飞又来申请贷款了，金额比较大，我3番2次都拒绝了。你是说那个和杨院士相亲的苏小飞吗？杨院士和苏小飞相亲？是啊，杨院士这次回家就是为了相亲，也只有苏小飞这样的女总裁才能配得上杨院士啊。原来吴行是让我把钱送给苏小飞。苏董，您有这层关系，怎么不早说呀？周行长，您消息可真灵通啊！哎呀，我要是早知道您有这层关系啊，那之前您申请的贷款，这不就早批了吗？
哪还用得着您亲自跑那么多趟啊？我还真以为你有那么大的本事，能来那么多钱，搞半天啊，原来是沾了我们苏董的光。看到没有，我随随便便就能拿到几千万的贷款，还是周行长亲自送来的，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距。你确定这些钱是送给他的吗？你确定这些钱是送给他的吗？不是给我们苏董的，难道还是给你的？没错，这些钱就是送给我的。你一个开破国产新能源的，哪来的脸皮敢说会有人给你送1个亿？我劝你最好确认清楚。有什么好确认的？周行长刚才已经说了，钱就是送来给我们苏董的。没错，这钱就是送给苏董的。苏董，他是谁？周行长，这个人刚才故意撞我车，想讹我钱，还说会赔1个亿给我。这不刚好您来了，幸好我认识您，要不然就被他给忽悠过去了。现在居然还有这种恬不知耻的人！我劝你最好确认清楚这笔钱到底是送给谁的，否则一旦出了安全事故，你承担不起这个责任。杨千轩，你一个开破国产新能源的，居然敢对周行长出言不逊！杨清轩，杨院士为国家做出这么大的贡献，自己却只开一辆几万块钱的红光 mini。杨院士开的是红光 mini， 他也姓杨，开的也是50红光 mini。对不起，杨院士，我刚才没认出是您啊。周行长，您叫他什么？他就是我国最年轻、最顶尖的科学家杨院士。不可能，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单位职工。周行长，您一定是认错了。没错，杨院士开的就是红光 mini， 没错。他怎么可能是杨院士呢？就是开红光 mini 的人那么多，这肯定只是巧合。不是巧合，我亲耳听到我们吴行长和科学院的宋院长聊天，宋院长亲口说杨院士为人低调，开的就是50红光 mini。你确定吗？确定，那还能有错？你把杨院士的车砸成这样，你好大的胆子！我不知道他就是杨院士，那现在怎么办啊，周行长？你问我问谁？你把杨院士的车砸成这样，捅了这么大的篓子，这天王老子来了也保不住你！苏董，救我！我真不知道他就是杨院士。你究竟是不是杨院士？我就是。喂，苏董啊，朋友一场，我偷偷给你透露个消息，明天杨院士的母亲啊，可能也会参加新闻发布会。这个杨院士父亲早逝，是他母亲啊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的，所以杨院士非常孝顺他的母亲。你明天找个机会跟老太太亲近亲近，只要把老太太哄开心了，这个项目啊，那就万无一失了。好，太感谢您了。对了，徐主任，我有件事情想跟您确认一下，杨院士开的是不是国产红光 mini？ 啊，对，是开了辆国产红光 mini。那杨院士全名叫什么？杨院士的全名叫做徐主任，那个新来的实习生叫什么名字？杨博。杨博。好，我知道了。不用慌，他根本不是杨院士。苏董，这可不能开玩笑啊！我没开玩笑，我刚才已经跟科学院的徐主任通过电话了。杨院士的全名叫杨博，不叫杨清轩。杨院士的全名叫杨博，不叫杨清轩。哎呀，吓死我了！我说怎么会这么巧呢？差点认错了人。他就是一个普通单位职工，
怎么有资格跟尊贵的杨院士相提并论？你虽然也姓杨，但你连个杨院士提鞋都不配。人家杨院士开国产车，那是情操高尚，支持国货。你开国产车，那是因为你穷。你们听清楚，我就是你们口中说的杨院士。你这龟男，明知道我们不敢得罪杨院士，竟然还敢故意冒充杨院士来吓唬我们。杨清轩，你为了不赔钱，居然敢冒充杨院士，我从没见过像你这么无耻的人。你一个臭打工的，如果是杨院士，那我就是科学院的院长。我再说一遍，我就是杨院士。好，既然你非要说自己是杨院士，那你就拿证据证明给我们看。如果你真的能证明，那这辆车我不仅不要你赔，我再给你买辆新的。好，那你们就睁大眼睛看清楚。这是我的工作证。你这工作证伪造的还能再假点吗？连院士2个字都不舍得印上去吗？要是拿一张这种破证件就能证明你是杨院士，那我也可以说我是杨院士。这张证件是旧的，我一直没时间换而已。够了，杨清轩，为了不赔钱，你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先是冒充杨院士，现在又搞出这么一个假证件，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碰瓷讹钱，真是让人恶心。就是，人家杨院士是人上人，你连他的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好，既然你们不信，我现在就打电话叫人。今天我一定让你们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哟，还想叫人？你以为我会被你吓到吗？大家都来看看，这就是他带来的见面礼。真正的杨院士会送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吗？你分明就是个想攀高枝的乡巴佬。周行长，这个人先是撞坏我的车想碰瓷讹钱，现在又冒充杨院士进行诈骗，性质极其恶劣。我也不要他赔钱了，现在报警，告他欺诈。苏董说的是，我这就报警，让警察处理这个骗子。报警？正好，你们刚才撕毁的是神威光机项目的最终研究报告，让国家安全部门的人过来鉴定一下，你们的行为算不算贪腐？你说这是神威光科技项目的研究报告？杨千轩，你最近没少看新闻吧？你可真会演呀！以为能说出杨院士的项目名称就能吓住我们吗？像你这种骗子，我见多了，越是心虚，叫得越大声。哎，就是啊，周行长，神威光刻机项目是这2天的热点新闻，他肯定是刚从新闻上听来的，故意吓唬你而已。他这种普通的单位职工，怎么可能接触到国家最高级别的机密？有道理，差点又上你的当。宋助理，报警，让警察把这个招摇撞骗的人给抓起来。等一下，报警太便宜他了。科学院的宋院长正在我们吴行长的贵宾室喝茶，我这就把他押回去，当着宋院长的面拆穿他的假面目，让宋院长亲自发落。带走！你们干什么？你们放开我！我这个任务我真是要。杨清轩，我真庆幸没有跟你这种谎话连篇的人在一起，否则我苏家的脸都要被你给丢尽。周行长，那他我就交给您了。苏董，请放心，我让宋院长一定给他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苏董，您之前申请的贷款，我回去马上就办，今天就把款子打到您公司账上。您看1亿够不够？如果不够，按照我最高权限，可以给您提到5个亿。哎呀，那就多谢周行长了。周行长，您放心，等我拿下项目，一定重重感谢。哎呀，苏董，您真是太客气了，您只要在杨院士面前替我多美言几句就行了。一定，那我就先走了。明天的新闻发布会呢，事关重大，
我得先去给杨院士准备礼物了。哎呀，苏董真是对杨院士用心呀！等明天我们苏董拿下杨院士的合作项目，身家就会倍增，到时候你跟我们苏董的差距就更加大了。我劝你还是趁早死心，别再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周行长，一定要让宋院长好好惩治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放心。苏小飞，原来你有求于我。吴行，钱送到没有啊？送到了，我还抓到了一个冒充杨院士的骗子。什么情况？这个人不但撞了苏董的车额钱，还冒充杨院士，被我逮了个正着。真是胆大包天！出了什么事了？周行说有个人撞了苏小飞的车额钱，还冒充杨院士。现在的人简直是无法无天了。放心，人我已经抓到了，现在准备带回来让宋院长亲自发落。办得好，我倒要看看这个无法无天的人究竟是不是长三头六臂。还磨蹭干什么？快带上车！我就是杨院士。你以为我现在还会信你的鬼话吗？我说的都是真的呀！死鸭子嘴硬，哼！你不分青红皂白，助纣为虐，等我见到了院长，我一定让他撤了你的职。行啊，待会儿见了宋院长，我看他是收拾我，还是收拾你。带走。这次我给银行解决了几个亿的贷款，还巴结上了杨院士的未婚妻。明天新闻发布会上，苏董只要在杨院士面前给我美言几句，说不定呀，我就升到总行当行长了。哼，你不辨是非，助纣为虐，别说总行的行长了，就是这个分行的行长，以后都别想再当了。你死到临头还嘴硬，我看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冒充杨院士，你还是考虑考虑下半辈子怎么在牢里度过吧。吴行，宋院长，那个敢冒充杨院士的人呢？就在车里。这件事儿你办得不错，杨院士是我们国家的栋梁之才，为我们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任何胆敢欺辱杨院士的人，都绝不能放过。宋院长说的是，这个人不但冒充杨院士，而且行为恶劣，态度极其嚣张。被我识破后，他还死不悔改。他还威胁说要让您开除我，简直不把宋院长您放在眼里啊！这种人就应该严惩。让他下来。是，把人给我押下来。他的脸是你打的吗？就是我打的，他嘴太硬了，我给了他一点小小的教训。宋院长，你打我干什么？你知道他是谁吗？他不就是个冒牌货吗？他就是杨院士。杨院士，对不起，让你受苦了。他真是杨院士啊！瞎了你的狗眼！宋院长，我真不知道他是杨院士啊，这都是误会。我现在打了你，我也说是误会。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你被开除了。就算你是科学院院长，你也无权开除我。我是没有权利，但督军有。另外，你公然殴打国家功臣，至少要坐20年牢。宋院长，我真不知道他是杨院士啊！我求你高抬贵手，饶了我吧！现在谁也救不了你！现在谁也救不了你！带走！
苏院长，我知道错了，你饶了我吧！杨院士，你大人有大量，放我一马吧！别走！杨院士，对不起，杨院士，让你受苦了。没事。哎，我不是让吴行长派人给你送钱了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事情是这样的，苏小飞的助理砸了我的车，还抢了我的报告，后来研究报告也被他们撕毁了，幸好我有备份。真是岂有此理！这个苏小飞简直是胆大包天，我现在就过去收拾他，给你出口恶气。另外还要追究他破坏国家机密的责任。这个苏小飞啊，本来还向我们银行申请了一大笔贷款，现在他1分钱也别想拿到，我全给他停了。不用了，吴行长，你让他以为这笔贷款已经批下来了，等明天他要去参加我的新闻发布会，我亲自收拾他。对了，我想先去商场买2身衣服。为了避免再有同样的事情发生，我给你派个保镖吧。不用了，院长。不过我的车被他砸了，能不能麻烦您找人帮我修一下？好的，你放心吧。小飞仔，这帝王手镯是我为杨院士准备的见面礼，您看行吗？就这个吧。我也得去买身新衣服，明天的新闻发布会可不能穿得太随便，毕竟我可是要即将成为首富的人。舅舅真厉害，这么快就帮我弄到了科学院实习生的位子。等我加入了杨院士的团队，所有人都在巴结我。这衣服我要了。不好意思，这件衣服是我先看上的。你知道这衣服多少钱吗？你买得起吗？赶紧走，别弄脏了我的衣服。我买不买得起，不关你的事。我是这里的常客，我就喜欢你手上那件衣服。立刻把衣服放下。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啊？不给是吧？你过来。杨先生，请问有什么需要我为您效劳的吗？我要他手上那件衣服拿过来给我。好的，这位先生，请把衣服给我。这件衣服我买了。先生，我们这家店就算是打折，普通的一般人家也是买不起的。您不如去隔壁卖地摊的地方看看，不要影响了我们这位贵客购物的心情。我买得起。结账。不好意思，先生，这件衣服我们不卖了。故意刁难顾客，态度恶劣，我要去消费者协会投诉你。跟他啰嗦什么？快把他赶出去啊！好的，这位先生，请你出去。我要见你们经理。出去，不然我叫保安了。你恐怕连这件衣服的袖子都买不起吧？这件衣服穿在我身上才能体现出它真正的价值，穿在你身上那就是一块抹布。杨先生，这件衣服简直就是为您量身定制的。我要投诉你们！也吵死了，影响我购物的心情，把他赶出去啊！你走不走？再不走我就报警了。你发生什么事了？经理，你来的正好，这个人跑到你店里蹭空调，还弄脏了我想要的衣服。经理，是他先抢了我的衣服，还有人先告状。这位先生，杨先生呢是我们店里的 VIP 客户，不好意思，要不然是这样吧，您再选择一件衣服，我给您打折。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哦，这个。我们老板呢是一个光刻机的爱好者，这是他从国外一个著名论坛上拿来的关于光刻机核心光源的相关题目。我们老板说了，如果谁要能答对这道题，在我们店里所有的消费都由我们老板来买单。不过
这个题的难度很大，一般人解答不出来的。这题目看着就头晕，一般人怎么答得出来啊？是啊，这老板的东西可没那么好拿，想免单可没那么容易啊。跟光刻机、核心光源相关的题目，这题对于我来说，简直小菜一碟啊！这人好像真知道答案。我写完了，这么难的题都答得出来，这人一定是这方面的专家。我完全看不懂，这人真厉害。不用看了，我写的绝对是满分答案。很遗憾，你的答案是错的。你说我写的是错的？不可能，这是最优解法。是不是你根本就不懂啊？您说的对，关于这道题，我确实对它的基本理论不懂。但是老板给了我一个标准答案，你的答案和标准答案不一致，所以是错的。对不起，亚先生。我们这个活动也搞了有1个星期了，期间有无数学霸前来挑战，但都没有一个人能答对。如果今天再没有人答对的话，我就要公布标准答案了。连无数高校学霸都没做出来，你做错了也不丢人。这么难题，根本不可能有人答得出来。这个题目太专业了，一般人根本答不出来。他刚才一直看着这道题目，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他一定知道这道题的答案。水先生，要不您试试，反正也不花钱。我不好意思拿你们的东西。说的好像你能答对一样，你是不是怕答不出来丢人现眼啊？要是你不会，你就说出来，承认自己没文化不丢人。如果我能答对怎么办？要是你答对了，我就在门口学狗叫；要是你答不对，你就跪下来给我学狗叫，然后滚出去。好，一言为定。你看得懂他写的什么吗？完全看不懂，该不会是乱写的吧？画了什么鬼画符的玩意儿，完全看不懂。你该不会以为乱写一通就是对的吧？我答完了。经理，不用看了，他的答案肯定是错的，根本就没有看的必要。赶紧宣布结果吧，我等着他学狗叫呢。答对了，完全正确。天哪，他竟然答对了！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他怎么知道光刻机的算法？你是怎么知道答案的？你是不是偷看了标准答案？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呢，我有可能会偷看吗？愿赌服输，现在该你兑现承诺了，去门口学狗叫吧。愿赌服输，现在该你兑现承诺了，去门口学狗叫吧。怎么，你想耍赖吗？愿赌服输，是你自己说要打赌的，还好意思耍赖？就是！你们是一伙的，这帮串通好的，一起来坑我！拿去当兽医吧。这不是我们科学院发给实习生的牌子吗？杨院士，这个呢是新招的实习生的资料，他一直想加入您的团队，我看了一下，是个好苗子。啊，徐主任，这种小事儿您自己看着办就好了。原来
他就是那个新来的实习生。这位先生，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您刚才答对了题目，我们店里所有的东西任您选，都免单。不用了，我就要这件。好的，那我们给您装起来。走。杨清轩，你可真是不死心，竟然跟踪我到这里来。之前我还以为你至少是个单位的正式职工，考了半天就是个实习生。你还真是不要脸，拿着个实习生的牌子到处招摇撞骗，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什么你？我告诉你，我是你这辈子都高攀不起的存在，你趁早死了这份心。别说是你站在这儿，就算是你现在跪下来求我，我也不可能多看你一眼。赶紧滚，少在这儿碍我的眼。亲爱的，选个衣服怎么这么久啊？沈安和，他是你什么人？他是我男朋友，怎么了？男朋友？你会找这种穷屌丝当男朋友？鬼才信！那你们俩亲一个给我看看啊！你别以为全世界男人都只围着你转。讨厌，这不还有外人在呢吗？沈安和，你别得意，等我拿下了杨院士的神威光刻机项目，有你好看的。谁拿下杨院士还不一定呢。你们刚才说的杨院士是谁呀？哦，就是那位国家科学院研发出了神威光刻机，但是却从没有露过面的杨院士。那你想见他做什么？当然是想跟他合作啊。你刚刚突然亲我，为什么？不好意思啊，我是为了气那个苏小飞。那你刚才干嘛说我是你男朋友啊？我是在旁边看到他刁难你，我看不下去了，所以才出手帮你的。你可千万别误会啊。没事。哦，对了，我刚看你答对题目了，你学什么专业的？哦，我是搞半导体的。专业知识扎实，水平也不错，有没有兴趣来我公司上班？啊？你为什么要请我呀？因为我刚看你答题了呀，我觉得你是个人才，而且我想和杨院士合作，你的专业也对口。当然了，这工资嘛，肯定比你当这个没有转正的实习生强。谢谢你的好意，其实你先不用着急拒绝我。正好我们公司在会展中心参加国际芯片博览会，那里汇聚了整个芯片行业最顶尖的技术。怎么样，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去看看？这对你以后的职业发展有好处哦。好，不过我得等经理帮我先把衣服打包好。不用这么麻烦。陈经理，过来一下。老板，你是这里的老板？不像吗？陈经理，一会儿找一个人把杨先生的衣服送去国际芯片博览会。好的，老板。还有，把刚刚的导购员叫过来。是。老板，我们店的第一条规矩是什么？平等的对待每一位客人。那你还敢对杨先生出言不逊？是把我的话当做耳边风了吗？对不起，老板，我不用说了。按照咱们店的规矩，扣除当月工资，即刻开除。我还有房贷要还，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求你了，老板，再给我一次机会吧，老板。杨先生，走吧。好。坐我的车走吧。不用了，谢谢，我有开车过来，你先过去吧，我一会儿开车过去找你。好。对不起，对不起，您没事吧？下次小心点儿。
安和啊，你也老大不小了，云阳的孩子多好，对你一片痴心，你还在挑剔什么呀？他们家和咱们家可是门当户对，你只要答应嫁给他，咱们两家就能强强联手。没错，而且我听说那云阳啊，人脉关系很广，只要你嫁给他，对咱们家族的公司都有好处。爸妈，我不喜欢张元阳，而且他那个人浮夸虚荣，根本就不干实事儿。再说了，我对什么强强联合根本就不感兴趣，对张元阳这个人更没有感情啊！求求你们别逼我了，行吗？哎呀，感情的事可以慢慢培养。我可听说云阳认识科学院的杨院士，你只要答应云阳的追求，明天新闻发布会上就能让云阳给你牵线，和杨院士谈合作。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就算是为了咱们家的家族企业，你也好好考虑考虑，别任性了。可是你可是什么可是？你又编一些理由来敷衍我和你妈，你是不是想气死我们呀？可是我已经有男朋友了。爸妈，我男朋友。爸妈，这个是我男朋友。我不。你什么时候谈的男朋友？我们怎么不知道？啊，这不是刚谈吗？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们，他叫伯父伯母好，我叫杨新轩。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是做……安和，祝你。安和，他是谁？我男朋友，正式介绍一下，我男朋友杨清轩。你男朋友？你什么时候交的男朋友？我怎么不知道？怎么，我的私生活还需要向你汇报吗？红了，你看看他穿的这些什么，从上到下加一起200块钱都不到，一看就是一个穷光蛋。云阳就不一样了，国外毕业的高材生，未来张氏集团的继承人，你跟他才般配。你们俩赶紧跟我分手！我不，他不是穷人，他就是个穷逼。我刚才从停车场上来，看到他开了一辆老头乐上来，就那种车，连我车的一个轮子都比不上。他要是有钱人，怎么可能开这样的破车？小伙子，我们沈家可是豪门，我们安和可是沈家的千金大小姐，她的婚事需要门当户对。我劝你认清现实，趁早离开我女儿，别耽误了她的前程。妈，你怎么能以貌取人呢？她有本事的。你闭嘴！我怕你被这个花言巧语的男人给骗了，你就是被恋爱冲昏了头脑。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在这个圈子里，才华一文不值，人脉资源背景这些对你事业实实在在助力的才是良配。像他这样对你事业有什么帮助？他除了拖你后腿还能干什么？妈，沈小姐，沈小姐，这是刚才您在我们店里为杨先生挑选的衣服。你连衣服都要安和给你买，原来你不仅穷，还是个吃软饭的。这就是你男朋友？哼！哦，还让你去给他买衣服，你赶紧和他分手，我们沈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我看你就是看上我女儿的钱了吧？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凤凰男、吸血鬼。你接近我女儿是为了占她便宜吧？安和，你清醒一点。我是张家的继承人，就算我什么都不做，后半辈子也可以衣食无忧。而他，就是个靠女人养的小白脸。哼！张云阳，你凭什么有资格说别人啊？我见过他的本事，在我眼里，他就是比你有本事。比我有本事？安和，你别自欺欺人了。他就是个还没转正的实习生，他的工牌现在还在口袋里呢。你还真是个实习生？这个工牌是……你解释什么解释？就你这样一个没转正的实习生，还妄想成为我们沈家的女婿，你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安和，你看清楚了吧？他就是想靠你一步登天，少奋斗30年。实习生怎么了？谁还不是从实习生做起的？再说了，清轩他专业知识过硬，
很快就可以转正的。等他转正，猴年马月了，等他混出来，你都老了。我们要的是现实的资源，而不是他那些空头支票。你水平再高，也只是个实习生，你还是看清楚你和安和之间的差距。现在的社会讲究的就是人际关系、家世背景，你懂啊？这样吧，看在安和的面子上，只要你现在跟我服软，承认自己配不上安和，我可以破例让你去我的公司当个技术员，让你有口饭吃。云阳志大发慈悲呀，你还不赶紧谢谢他？能进张氏集团，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分。我不需要。你只是个实习生，能进云阳的公司，算是走了狗屎运，不知好歹。像你这种家世背景，根本混不出来。我劝你认清现实，不要觊觎你不该觊觎的人。逼急了我们对你不客气。不好了，主管，光子质控仪出问题了。沈总，不好了，光子质控仪突然黑屏，怎么重启都没反应。怎么回事？刚才不还好好的吗？不知道，好像是核心电源烧坏了，得马上换一台新的过来。现在换新的，哪还来得及？这台质控仪是今年公司主推的，在这个时候出了问题，不仅对公司的形象造成损失，对经济更是巨大的损失啊！这可怎么办呀？怎么办？你问我，我问谁？怪你这个废物！好了吧，现在生气也于事无补，当务之急是赶紧想办法。想办法，想办法！我现在有什么办法？我有办法，我能修好这台机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装逼？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现在最先进的光子仪器，里面的线路比你头发丝还要细。你要是把它修坏了，跟你卖100次都赔不起。你只是个实习生，这个时候就不要再给我捣乱了，离我机器远点。反正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死马当活马医，让金轩试试吗？安和，你这是拿公司的前途开玩笑呀！如果让它修坏了，你可收不了场。云阳说的对，我不能拿这个事情再赌。出了任何问题，我担着。拜托你了。你好，麻烦您帮我准备一根探针和一个便携式检测仪。好。这台机器开机自检就要3分钟，你拿根针在它上面戳来戳去的，你是在给机器做针灸啊？要是修坏了，你赔得起吗？你居然给修好了！好塞雷哦！比我预想的简单，只是底层逻辑冲突导致的过载保护，重新校准下参数就行了。这肯定是巧合，你就是瞎猫碰死耗子。这个机器肯定是触碰不良，你在上面乱通仪器，肯定是蒙的。那你怎么不蒙一个给我看看呢？清轩，谢谢你啊，你今天真的帮了我大忙了。跟我还客气什么？客户来了。喂呢？翻译，翻译，翻译人呢？他刚才突然肚子痛，去厕所了。废物，关键时候掉链子，关键时候掉链子。哎呀，这2个客人出了名的难搞。如果今年沟通不顺利的话，可能公司后面就很难再继续运转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呀？翻译不在，又没有人会外语。哎，我想起来了，哎，云阳，你之前不是在国外名牌大学毕业的吗？他在国外生活了这么多年，外语啊肯定比母语强。云阳，这件事情可就靠你了。如果你帮伯父把这件事情搞定，安和的事儿，我告诉你，我就是绑也把他送到你们家去。放心吧，伯父，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
我在国外的时候，当地人连我的口音都听不出来，区区2个客户就包在我身上了。Hello, nice to meet you. Estamos muy interesados y contamos con intención de inversión. Le agradeceríamos que nos lo explicara con mayor detalle. 他们说，你该不会是连听都听不懂吧？他们说的是西班牙语，不是英语。我没学过西班牙语。完了，彻底完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呀？别走，沈安和。Un momento, por favor. Hola, bienvenidos a la Feria Internacional de Chips. ¿Están interesados en esto? Déjenme explicarles. Este chip cuenta con la tecnología más avanzada del sector. Elegirnos no solo garantiza la estabilidad de su producción. Esperamos nuestra colaboración. Excellent, professional. 搞定了，他们呢对你们的产品非常满意，并且决定要签一个5000万的订单，马上就可以签合同。没想到你西班牙语说的这么厉害。爸妈，现在知道清轩的能力了吧？会说几句鸟语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过就是高级翻译而已。虽然他帮你们签了5000万的大单，现在能决定企业生死的只有核心技术。能和科学院的杨院士合作才是真本事。我爸和科学院的高层认识，明天新闻发布会他就介绍杨院士给我认识。杨院士现在很多人想见他一面都难如登天，我有这个关系，就能帮助你们谈更多的合作。哎，石医生，你听说过杨院士的大名吗？认识啊，熟的不能再熟了。吹牛逼都不打草稿呀！杨院士国家重器。为了国家的安全和科研保密，一直以来隐姓埋名。除了科学院的高管，很少有人见过他。你一个实习生，说跟科学院的杨院士很熟？这样吧，我问你，杨院士穿多少码鞋呀？难道你不知道？我当然知道。虽然我没有见过杨院士，但是通过我爸的关系，我得到了一手资料。杨院士身材高大，穿44码的鞋。我怎么不知道杨院士穿这么大码的鞋子？你当然不知道了，你这种层次的人怎么可能接触到机密？我还知道，杨院士的生活非常有格调，他最喜欢看高深的科学杂志，还和指定地点产的手磨咖啡，性格非常高冷，不苟言笑。云阳公子真是手眼通天啊！连这么细节的东西你都知道。不好意思，我先去接个电话。喂，妈。相亲怎么样了？见到人了吗？黄了，人家看不上我。我就知道，你这孩子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平时也不知道好好打扮打扮自己。人家年轻又有钱。那肯定是嫌弃你出身卑微，所以呀，才看不上你。是我看不上他，不是他看不上我。你这孩子又说胡话。妈，这事儿啊，你就别操心了。哎，对了，明天您来趟城里，我想带您参加一个活动。什么活动啊？神神秘秘的。你来了就知道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沈小姐。你们先去忙吧。好。我有事儿，我就先走了。那个清轩，今天真的谢谢你了。如果不是你的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不用客气。对了，明天的神威光刻机新闻发布会是整个半导体行业的盛事。既然你也是学这一行的，那一起去呗。到时候还可以看到科学院的杨院士。虽然说不一定能说得上话，但是可以远远的看一下这位国师的风采也是好的。对了，记得穿上你新买的衣服。好，那我先走了。
安哥，我还要忙，没事的话赶紧走。臭小子，明天新闻发布会我一定要你好看。杨院士创造了足以改变我们人类历史的丰功伟绩，真是我们国家的骄傲啊！是啊，杨院士平时实在是太低调了，从不显山露水，到现在外界还不知道他究竟长什么样呢。大家放心，今天啊，大家可以一睹杨院士的真容了。请入会场吧。媒体的朋友们也请入场吧。徐主任，苏董，徐主任，杨院士来了吗？应该一会儿就到了。行，那我先进去，咱一会儿见。舅舅，舅舅，公共场合别叫我舅舅，叫我徐主任。嘿，知道了，徐主任。一会儿见到杨院士的时候，一定要给我好好表现，别给我丢人啊！知道了，知道了。走。苏董，听说你已经拿下了杨院士神威光刻机项目的合作权，难怪今天股市一开盘，你们公司的股票一路飘红啊！各位的消息还真是灵通啊！这么说，苏总拿到合作权的事情是真的，这可是今年商界最大的新闻啊！我昨天去银行办事情的时候，听银行的人说，苏董你昨天带了5个亿，这是真的吗？苏董，确有此事。苏董一下子带了这么多钱，这明显是要大干一场啊！所以公司的股票才一下子涨这么多。苏总，以后可要多多关照关照我们啊！是啊，苏总，这么大的项目，您吃肉，带我们兄弟们一起喝汤，一起发财啊！这么大的项目，我一个人也吃不下来。各位要是有意愿，可以投资入股，等咱们这个项目赚了钱，我们按比例分红。我投资跟着苏董绝对稳赚。算我一个，哎，你算我一个，还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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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位就是苏世徐主任，杨院士的发言稿需要您再过目一下。你先自己过去，我一会儿就来啊。苏董，你好，我叫杨博，幸会。杨院士，杨院士，我之前早就听徐主任提起过你，今天终于有幸见到了。杨院士，难道舅舅让我多亲近杨院士，是希望我以后能接替杨院士的位置，成为新的院士？没错，一定是这样。早就听徐主任不止一次提过苏董您了，很早就想和苏董认识了。那就请杨院士以后多多关照了。没问题。徐主任找我，我先过去一下。那您先忙。好。就放这儿吧。苏董，这些是我为杨院士准备的礼物。那个是宋代的青白瓷，价值200万；那个翡翠绿做的镯子，价值500万；那套江景国际的大平层，价值2000万。苏董好大的手笔呀！2500万的见面礼，苏董真是舍得下血本啊！这些跟我们将来要赚的钱相比，不过是9牛1毛。苏董，你以后一定要带着我们一起发财啊！我现在就给你签合作协议。我也签。还有我。那既然各位这么信得过我，苏秘书把协议拿出来吧。各位有合作意愿的，可以拿一份协议来签，但每个人最多只能投资3000万。张总，你不看一下就签字，万一赔了怎么办呀？刘总，你会这么说，是因为你完全不了解杨院士的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只会赚不会赔，而且是大赚特赚。所以我跟各位签的是对赌协议。如果这个项目赔了钱，
我赔3倍给你们。苏董都这么说了，我们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我投3000万，我也投3000万，也给我一份。苏董，杨清轩来了。你来干什么？我是来……你知道今天是对我来说十分重要的日子，所以故意跑到这里捣乱，想来报复我是吗？真没想到你心机这么深。你是不是有被害妄想症啊？你一个实习生竟然还有脸跑到这儿来！苏董，叫人把他赶出去。来人！把这个人抓起来！你，我看谁敢！沈安和，今天是杨院士大喜的日子，你带这个软饭男来这里，是故意想捣乱是吗？你们都能来，他为什么不能来？什么事啊，苏？家里原本安排了我跟这个男的相亲，但我根本没看上他，结果他扭头就投入了别的女人的怀抱。你们说，他是不是典型的软饭男？我能证明苏董说的话，他现在身上这套衣服还是沈安和买给他的。这人也太不要脸了！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我不是不知廉耻的东西，还敢顶嘴！你干什么？你为什么要打我的儿子？你是苏小飞，我儿子哪里得罪你了？就算他配不上你，你也不能打他吧？我就是看他这种软饭男不顺眼。我随随便便就能拉到10几亿的投资，马上就要成为江海首富。像你儿子这种破实习生，沈安和喜欢就拿去。来人，把他们2个都给我赶出去！该出去的人是你。还敢顶嘴！我，你还有没有王法？我告诉你，在江海，我就是王法。阿姨，没事吧？苏小飞，你也太无法无天了！你今天才知道啊！来人，把这个老不死的东西给我扔出去！要是不听话，就打断他的手脚！住手！你居然弄坏了我特意为杨院士准备的礼物！苏董，他就是故意的，他就是想害你不能跟杨院士合作。你知道苏董费了多大劲才弄到这些东西吗？你怎么那么恶毒？你是想害死我们啊？我们刚投完钱你就来捣乱，你也太歹毒了吧！别跟他废话，报警把他们一家抓起来。对，报警啊！这些值多少钱？我们赔。这只花瓶200万，那只手镯300万，一共500万，你赔得起吗？不就是一个花瓶和一个手镯吗？怎么会这么贵呢？那是官窑出的青白瓷，不是你家地摊上买的破烂货。还有这只手镯，也是用顶级的帝王绿翡翠做的，一只就能在市中心换一套大房子。我们家真的没那么多钱啊！看在我跟你妈有交情的份上，能不能高抬贵手，不要追究了？你少拿你跟我妈的关系说事儿！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我唯一不敢得罪的人只有杨院士。你知道我为了找齐这些东西费了多少功夫吗？现在你儿子把这些东西都毁了，我告诉你，今天就是我妈来求我也没有用，我今天一定要把他送进监狱，把他送进监狱。这种人绝对不能姑息，让他赔钱，赔不起就坐牢。这500万我替他赔。沈安和，我劝你别再管这个软饭男的事儿了。今天过后，我就是江海首富，所有人都会争着抢着要跟我合作，而你将会被彻底孤立。到时候，整个江海都不会有你沈安和的立足之地。安和，大势所趋，不要再跟苏董作对了，赶紧跟苏董服个软吧。云阳说的对啊，不要再管这个人的事情了，免得被他牵连。他的事儿，我管定了。
好，沈安和，既然你这么不识趣，那等到我和杨院士合作之后，我第一个就让你沈家消失。不要了，苏总。沈安和，你是不是要气死我和你妈呀？还不快跟苏总道歉！姑娘，对不起，我们连累你了。妈，你别怕。苏小飞，刚才是你故意绊倒我，还打了我妈。你现在赶紧给我妈道歉，否则后果自负。你弄坏我的东西还敢污蔑我？我告诉你，今天我打这个老东西是给他面子。你现在就给我跪下道歉！你简直无法无天！我刚才就已经说过了，在江海我就是天，给我打！你敢？你知道我是谁吗？你不就是个臭实习生吗？难不成你是杨院士吗？没错，我就是杨院士。要不是刚才已经见过真正的杨院士，我还真就被你给唬过去了。愣着干什么？动手！阿姨，你放开！给我动手啊！你们敢？今天就算是把你们给打死在这儿，你们能拿我怎么样？有本事找能制裁我的人来啊！苏小飞，你让他住手！想让我放过他们？可以呀，只要你现在跪下来给我磕3个响头，我就考虑放他们一马。苏小飞，你太过分了！过分？但是他冒充杨院士这一项就足够定他的死罪。我再说一次，我就是杨院士。你是杨院士啊？那我还是玉皇大帝呢。你到现在还不知悔改？你是把我们所有人当成傻子吗？这种人简直是社会败类，毫无底线，应当严惩。苏董，报警吧，把他们都送进执法局。杨清轩，徐主任和杨院士一会儿就过来了。今天是杨院士的大喜日子，我呢也不想把场面闹得这么难堪。念在你我两家之前认识的份上，只要你现在跪下向我道歉，我就考虑放你一马，怎么样？兴许他们来了，该跪下认错的人是你。苏总，你们公司的股票又升了，连续3个涨停板啊！真的，太好了！苏董马上要和杨院士合作了，这股价将来肯定是一飞冲天啊！苏董，您以后要是飞黄腾达了，可千万别忘了我们这些老朋友啊！放心，你们现在都是我的股东，咱们签的是对赌协议，我赚的越多，你们赚的就越多。苏董，提前跟各位老板庆祝一下吧。来，各位，为了我们的荣华富贵，干杯！干杯！苏小飞，你别高兴得太早，你公司的股票马上就会跌停的。你给我闭嘴！大家别听他胡说八道，这些只是开胃小菜。等我和杨院士签约完成之后，咱们的股票还会再涨。杨清轩，你就这么见不得我好吗？你嘴巴怎么这么多？竟敢诅咒苏董！信不信我打了你的腿？诅咒苏董就等于诅咒江海的未来啊！诅咒我们的发财路！该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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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就替杨院士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我看谁敢动他！你们好大的胆子，竟然敢打清轩！好啊，竟然还叫了帮手来！哼，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人物呢。老头儿，你是这家伙请来的演员吧？一把年纪了还去人家装逼，也不看看自己够不够格。苏董，他打我！你就是苏小飞吧？是我又怎么样？杨清轩，别以为你找这么一个老头来就能保得住你们。待会儿科学院的院长和军队领导全都要过来，你们敢在杨院士的新闻发布会胡闹，别说这个老头，就是天王老子来了都保不住你们。是吗？你认识我吗？我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认识。哼，之前清轩说回来要跟你相亲，我还特地帮了你一把，帮你拿到了银行的贷款。没想到你是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你帮我拿到了银行贷款，
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啊！你吹牛都不打草稿吗？聊什么呢？吴行长，您来的正好。这个老头他吹牛说是他帮我拿到的贷款，您现在大声的告诉大家，我拿到贷款跟这个老头到底有没有关系？啊，你能拿到贷款跟他没关系。我之所以会批准你的贷款，完全是看在杨院士的面子上。老头，听到没有？吹牛之前先打打草稿，否则这一把年纪了还自取其辱。真热闹！哎呀，杨院士啊，杨院士啊，多谢您的关照。苏董，你在说什么？姚院士，这多亏了您呢，我才能这么快的拿到这笔贷款。您放心，等贷款一下来，我就立马投入到神威光刻机的前期工作中去。到时候咱们强联手，一定能。恐怕你这辈子都没这个机会了。死到临头还敢诅咒我们苏董？杨清轩，你还真是可悲，你就这么见不得我好吗？你越是这样，我越觉得你无能可笑。吴行长，那我这笔贷款什么时候能到账啊？这事儿啊，还真得杨院士说了算。他说什么时候能到，那就什么时候能到账。杨院士，苏小飞的贷款批不批啊？吴行长，你问他干什么？我刚不是都说了吗？这事儿啊，得问杨院士。而这位杨清轩先生就是杨院士。你说什么？我说他就是杨院士。吴行长，这杨院士就在我身边呢，您别开玩笑了。你说他是杨院士啊？是啊，简直是瞎了你的狗眼！这哪有你这么一个臭老头说话的份儿？放肆！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科学院的宋院长。您是宋院长？我是不是国家科学院的院长，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欺辱了杨院士。各位，我现在郑重的向大家介绍，这位就是成功研发出神威光刻机，打破了西方的技术垄断，为我国创造出万亿以上价值的杨清轩，杨院士。我刚才骂了杨院士，完了，全完了。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是杨院士？他怎么可能真的是杨院士？清轩，你没事吧？我没事，但我母亲被打了。是谁殴打了国家工学院士的母亲？是他，还有他们都是一伙的。你们好大的胆子，连国家工学院士的母亲都敢打，是想造反吗？苏董，我们该怎么办？不可能，我跟徐主任确认过的，杨清轩根本不是杨院士。难道我连我们国家科学院的院士都能认错吗？大家怎么都在这围着呢？徐主任，您来的正好，这个人他冒充杨院士。胡说什么呢？他就是杨院士。徐主任，您乱说什么呢？您之前明明说杨博才是杨院士啊！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了？您昨天电话里说的呀。昨天我给你打电话，我问你杨院士的全名是什么，是你亲口说叫杨博的呀。杨院士全名叫什么？杨院士的全名叫做……徐主任，那个新来的实习生叫什么名字？杨博。杨博。哦，是你搞错了。昨天有同事问我新来的实习生叫什么名字，我说叫杨博，但是杨院士的真名叫做杨清轩。所以你不是杨院士？我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杨院士，我以为是舅舅想让我接替杨院士的位子，所以我才……徐主任，他舅舅是谁？是我。你好啊，许文昌，你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竟让这种品行不端的人混进科学院，才让杨院士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你真是好样的！
不起啊，杨院士，都是我的错，是我有眼无珠，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不对，如果你真的是杨院士，你身上为什么会有实习生的工牌？你说的是这个吗？这块牌子是他的，是我在商场里面买衣服时意外捡到的，一直没有机会给他。杨博，你品行不端，心术不正，我们科学院不需要你这样的人。舅舅，救我！别叫我舅舅，我不是你舅舅。你真的是杨院士？如假包换。对了，我的鞋是41码，不是44码。我平时忙得连睡觉的时间都不够，看的都是实验数据，根本不是什么科研杂志。还有，我平时在实验室里喝的最多的是白开水，从来不喝咖啡。对不起啊，我真的不知道您就是杨院士。我要是知道您的身份，您就算借我100个胆子，我也不敢得罪您呀。您看，这其实都是误会。你那毫不讲理的助理砸了我的车，刚才你打了我的母亲，这也是误会吗？你要真的是杨院士，你为什么不早点表明身份呢？我刚才说了，你会信吗？对不起，我错了，我向您道歉。我不接受你的道歉。来人，打电话把执法队叫过来，把这些屈辱殴打国家英雄的人全部抓起来，一个都不要放过。哎，徐主任，你念在我们这么多年交情的份上，你帮帮我，你帮我跟杨院士还有苏院长求求情啊！他自己都自身难保了，现在没有人能够救你的。你不能这么做，你就是科学院的一个院长，你无权叫执法队来抓我。苏院长没有这个权利，我有。领导，你什么时候来的？我早就来了，只是没有出现而已。之前你打电话告诉我有人欺压杨院士，我还不敢相信。但是刚才亲眼看见了，想不到我们江海还有这样的害群之马。如果不能绳之以法，千里难容。杨院士，对不起，我不是有意要得罪您的，大不了我再赔你一辆新的车。你以为你们的罪名只是简单的赔一辆汽车吗？你们千不该万不该撕毁我的研究报告。这件事责任在我，我愿意做出赔偿。只怕你赔不起。你尽管开价，多少钱我都赔给你。被你们撕毁的是神威光刻机项目的最终研究报告，它为我们国家创造了至少1万亿的价值。你要赔，那就赔1万亿吧。1万亿？你开什么玩笑？谁跟你开玩笑？神威光刻机项目是我国无数顶尖的科学家经历了无数个日日夜夜才研究出来的成果，它的真正价值已经无法用金钱衡量，就算是你把整个公司卖了，你也赔不起。之前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那份研究报告的重要性，可你们就是不听。领导，按照我国法律规定，故意撕毁国家一级机密文件，该当何罪？根据国家安全法或相关保密条例，故意损毁国家最高机密相关文件，按照损害程度，将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并将处以高额罚款，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苏董，是你让我撕的，我没有那么多钱，我不想做了，你得救我。你要是不救我，我就完了。杨院士，不，秦轩，其实我心里一直都是很欣赏你的，只要你高抬贵手放我一马，我就同意跟你交往。苏小飞，你哪里来的自信，觉得我还会看得上你啊？你是堂堂的国家院士，又不差这点钱，你就当给我一个面子，你非要把事情做这么绝吗？我为什么要给你面子？你当众辱骂我，说我是个吃软饭的小白脸的时候，给过我面子吗？你砸了我的车，指着鼻子骂我，让我滚出江城的时候，给过我面子吗？还有刚才你动手打我母亲的时候，又给过我面子吗？还有，你不是说想要跟我合作吗？我现在可以正式的告诉你，我永远不会跟你这种人合作。
秦轩啊，我之前真的不知道你就是杨院士，不过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我吧？你要是早点表明身份，大家把话说开，不就不会有这些误会了吗？如果我不是杨院士，只是一个普通人，就该由你们欺负吗？我不是那个意思，阿姨，你快劝劝清轩，你跟我妈那么多年的情分，咱们两家别因为这么一点小误会就毁了这门婚事啊！我们是贫寒家庭，配不上你们苏家。好，杨清轩，既然你非要这样，你有没有想过，我公司的股票现在一路飙升，你跟我翻脸，损失的是你自己，是吗？我来之前已经派人查了你们公司的所有账目，你们涉嫌严重的逃税漏税，已经涉嫌违法犯罪。你竟然调查我的公司，好，大不了我把公司卖了，把所有的窟窿填上，再把剩下的钱全都给你，这样总可以了吧？你不会真的以为你公司还值几个钱吧？你什么意思？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你公司的股价很快就会跌停。你说跌就跌呀！苏总，不好了，你公司的股价还在下跌，又跌了20%，还在跌。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你公司股价上涨，是因为你故意找人放出消息，说会跟我合作吧？我让宋院长找人把话放出去，说我永远不会跟你合作。清轩，我真的知道错了，我求求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弥补。你不会真的以为你还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吧？就算我要合作，也是跟沈安和合作。孙小飞，我正式通知你，从明天开始，江海市政府将撤出与你们宋氏集团的所有合作，包括正在进行的5个项目，我将要签发的所有的融资文件。不，你不能这样，那些项目关乎到我公司未来10年的发展，这是你咎由自取。苏总，我在你公司投了几千万，现在该怎么办？我的钱全部都打了水漂了，你现在必须赔给我。你可是跟我们签了对赌协议的，上面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如果项目亏了钱，你要3倍赔偿。吴行长，我求求你，拿钱出来救救我！求我没用，你应该去求杨院士。清轩，我求求你救救我！公司是我全部的心血，你要是不跟我合作，我会赔得倾家荡产的。清轩，现在知道怕了，早干什么去了？就算你倾家荡产，也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妈跟你妈那么多年的情分，你不能对我这么狠心。刚才我母亲也是这么说的，你不是说不要拿他们之间的关系来说事吗？苏董，那都是我口不自言乱说的，你别往心里去。可我现在当真了，都是因为你这个贱人，谁让你撞清轩的车？苏董，要不是您授意，我也不敢那么做。你闭嘴！要不是因为你冲动，我怎么会得罪清轩？清轩，我什么都不知情，我都是被他蒙骗的。我现在就开除他。宋妍妍，你被开除了，赶紧给我滚！苏董，看在我为公司鞠躬尽瘁这么多年，帮你处理了那么多脏活累活的份上，你得救我，我不想坐牢。你还有脸求我？就是因为你搬弄是非，事情才会发展到现在这样。我被你害成这样，我现在恨不得杀了你！清轩，都是他在这挑拨离间，才害得我误会了你，害得我说了那么多混账的话。我心里一直都是有你的，我们重归于好吧，好不好？你觉得我还会原谅你吗？我知道今天的事情都是我的错，我愿意做出补偿。你不用再说了，这么多年我也算见过不少应茶，但是
从没有见过像你这样如此目无王法、胆大妄为的人。我都跟你道歉了，你还要怎么样？你要我跪下吗？好啊，那你跪。清轩，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是我狗眼看人低。我求求你原谅我了。只要你肯原谅我，我们明天就去领证。我除了是集团总裁，还是江海第一美女。我求求你，你原谅我，我保证，我以后会死心塌地的对你好。你是江海第一美女，那我是什么？你忘了吗？之前你可是说过，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那都是我胡说八道的，是我嘴贱。你别当真，我是真心想跟你在一起的。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你们苏家就等着覆灭吧。杨清轩，你非要赶尽杀绝吗？是你自己把自己做绝了。你别欺人太甚，你别忘了，这里是江海，哪怕你有通天的本事，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听你的口气，你现在是在威胁我了。我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你把我逼急了，我一样不会放过你，大不了就鱼死网破啊。你说反了，现在不是你放不放过我，而是我放不放过你。宋小飞、宋妍妍，你们涉嫌伤害国家功臣，罪大恶极。清轩，我错了，你放过我，你放过我。杨院士，我错了，我愿意给你当牛做马，再不然就让苏小飞给你做妾，我给你当通房丫头，饶命啊！自作孽不可活，下半辈子留着去监狱好好反省。带走！放开我！你别放开我！你带走！把这个人也赶出去，我会通知教育部撤销他的一切学历档案。还有你，许文昌，作为主任，用人不明，包庇纵容，即刻起停止查看，等待接受下一步的处理。带走！杨院士，让您还您的家人受惊了，该清理的人已经清理干净了。现在请你上台，接受你应得的荣誉吧。清轩，你这获的什么奖啊？大姐呀，你生了一个了不得的好儿子，他不仅是国家最顶尖科学院的院士，更是为国家立下了天大的功劳。身为有今日的辉煌，他是首功。这么多年来，他隐姓埋名，默默奉献。毫不夸张地说，你的儿子是整个国家的大英雄。领导，您过奖了，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而已。各位，在此我想宣布一件事，我决定将神威光刻机项目全权交给沈安和沈小姐来负责。是我们看走眼了。谢谢你，清轩。我是你男朋友，跟我还谢什么呀？除非你不认我这个男朋友。杨院士，请。